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，我是老杨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祛湿茶。咱们中医上讲呢，引起百病的原因呢，都归结于六阴邪气。这六阴邪气包括哪些方面呢？包括呢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和火，这六阴邪气。任何其中这一个邪气呢进入我们体内，或者在体内呢排不出去，都可以导致呢我们的身体生病。这个用西医的方法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。那今天我想给大家重点讲呢是这个湿的这个邪气。通常这种湿邪所造成的疾病呢，往往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发生的，所以有时候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。这不像有些急性病啊，受凉了一下就病倒了，或者说呢吃什么东西不注意闹肚子，这个湿气所造成的疾病呢，往往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日积月累而造成的疾病。而且这种疾病呢，往往是反复发作，久治不愈。所以说一般呢，怎么样判别一些是湿气？如果一些长期的慢性病很难治好的病，多半都归于这种湿气、湿邪所造成的疾病。例如呢，风湿性关节炎，还有我们皮肤得的湿疹，我自己也有湿疹。另外呢，有些人长期的出现那种哮喘，这些病呢都是非常顽固的疾病。我过去也曾经做过几期治疗湿疹的这种验方呢，有这种外洗的药、祛湿的这种食疗啦，还有润肺的汤啦，等等等。另外呢，平时怎么样保护皮肤的保湿，戴上这种白手套啦，这些都是呢卫疗，防止外边的湿气进一步再进入你的体内。另外呢，想办法把你体内的这些湿气把它排出去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湿气的这种疾病是非常非常顽固的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把它彻底治愈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方法，坚持下去的话，最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体内的湿气呢，给它逐渐的驱除出去。这慢慢的，你的这些老的这种慢性病呢，就有可能好了。另外还有一点呢，这个湿邪所造成的疾病呢，也经常因为这人呢爱生气，特别是生闷气，这些人呢容易有湿气内存。还有一些朋友呢，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呢，爱熬夜，白天不起床，晚上呢不睡觉。这个熬夜呢，从阴阳五行来讲，这晚上的时候是五脏要得到休息的时候。所以说，如果经常熬夜的朋友呢，就有可能引起肝胆的湿热、忧虑了、过度啊，像林黛玉型的人呢，他就容易出现这个肺和大肠的湿热。另外还有一些朋友经常爱吃辛辣的食物，也容易造成湿气内存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呢，这个有皮肤病的人呢，有关节炎的人呢，有哮喘的人尽量不要吃这种辛辣的食物。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，爱吃那种寒凉的食物。这种寒凉的食品呢，容易伤及脾胃。一般来我们讲呢，这湿气一旦进入你体内以后呢，少量的话不要紧，因为我们正常身体呢都能够做一些一定程度的调整。但是如果一旦你的身体呢调整不了，这个湿气过大的话呢，它慢慢就会引起疾病。如果你体内有湿气呢，你能不能早期发现呢？其实咱们中医上呢也可以有早期的症状。例如呢，咱们中医在看这个舌苔啊，如果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，自己对着镜子看一看，这个舌苔变厚啊，变白了，舌体肥大了，舌头好像有点肿了，这种呢，我们一般来讲呢，都说明你的体内呢有这种寒湿，就说这种湿气呢是寒性的。如果说你的舌苔呢，你看起来它是变厚，但是它变黄而腻，就是一个发黄那种舌苔呢，这种情况下往往说明你体内呢是湿热。所以说这湿热和湿寒呢还有不一样。同样是湿，咱们中医上呢又把它分成不同的性。这不同的湿呢，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就有所偏重，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你要治疗的时候呢，要是治错的话，反倒加重这种疾病。另外还有呢，早期呢有些朋友会感觉到头晕脑胀啦，精神乏力啦，搞不清什么原因，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这个哪都不舒服。实际上呢，有时候呢就是早期的这种湿邪呢在你体内积聚了以后引起的。如果这个湿邪再严重了以后，出现这个胸闷啦、食欲欠佳，甚至呢失眠多梦、脱发，这些呢都是这种湿气长期积累造成的结果。
所以说有些朋友呢说很年轻的时候头发都掉了，为啥？体内有湿气了。这个湿气如果再严重了，你就可能呢，你突然有一阵上厕所呢，你就发现，这个解完这个大便以后呢，这个大便呢，非常黏不成形。另外，它一旦呢，解到那个便池里头呢，它粘在那个侧壁上呢，冲着都冲不下去，你还要拿刷子要去刷一刷。这时候呢，往往就给你个警钟。实际上呢，如果这个大便粘在这个便池上冲不下去的话，多半，这个人呢，他有这种湿气，所以说你要劝他去看看中医，做做调整。因为这湿气呢，在体内长期积聚呢，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。如果说你这个湿气在体内积聚以后呢，你没有注意调节饮食，没有注意去治疗的话，它就慢慢引起更严重的疾病。例如呢，引起哮喘啦，引起冠心病啦，甚至呢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，最严重呢可以引发癌症。有医生呢就把这种湿毒呢分为几种，其中呢他就说在最早的时候呢，这个湿气在体内引起疾病的时候，往往呢有可能是在表皮的，就是湿毒呢在表皮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症状呢？会出现你比如说这个脸上呢皮肤油光发亮的，这有些人说油光发亮不是好吗？不好，正常的皮肤呢都不应该过干燥也不好，油光发亮也不好。也就是说，体内如果有这种湿毒呢，存在这种表皮底下的时候呢，这个人看上去呢就是皮肤就是非常油。另外呢，有些人就是容易出痘，脸上经常出痘、痤疮，对吧？这些东西，还有呢出些疹子，有些人呢皮肤没有原因的瘙痒，或者呢出现一些痤疮什么这些东西，实际上呢它都是因为这种体内的湿气的内存呢造成的。那么早期呢出现这些东西呢，还是一种湿气不是太重，所以说如果说你经过休息啦，经过这种饮食调理了，有时候可能就好了。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再进一步发展呢，它就会说这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这湿毒呢进入肌肉，进入肌肉了造成什么情况呢？当然了，前面我也讲了，你会发现，这个胳膊腿都非常酸困，非常沉。就是觉得我没干什么活呀，感到很累啊，甚至呢没有原因，为什么腿肿了？像这些呢症状都是一种湿毒在体内进一步发展的这种情况。如果你不去治疗，没有注意呢预防这个体外的湿气侵入体内的话，也就是你有个坏习惯，爱吃冷食，爱吃这个辛辣食物等等，你如果还坚持这样做的话，那么这个湿气就不断的加重到下一步呢，就是说这个湿毒呢侵入你的骨髓了，到骨头了，这就又深了一步。这时候能表现什么呢？表现你可以出现颈肩痛，有人说落枕了，什么这个肩周炎了。实际上从中医上来讲呢，这个也都是跟体内的湿气是相关的。再严重呢，有影响到颈椎啦、腰椎间盘啦，这些都是就是非常非常难治的一些疾病。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，这个湿毒会再向里边侵入呢，咱们中医上侵入你的脏腑，咱们都可能听说的五脏六腑，对不对？等这个湿气侵入到脏腑以后呢，就会出现着心肝脾胃肾这种肺部、肝脏和胆囊它所造成的这种湿热的内聚。如果到了你这个湿毒进入了你的五脏以后呢，你还没有进行治疗或者还没有进行预防的话呢，它就会进一步发展到下一步呢是最重的时候啊，发展到最重的时候会是什么呀？会导致肿瘤，就是体内的也可能是良性肿瘤，也可能是恶性肿瘤。我们中医上讲呢，这种各种疾病呢都属于预防为主没有病的时候呢，你要去防病，一旦真到病的时候呢，治疗起来就很麻烦。咱们有一句古话叫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呀。就是你得病的时候，你看一点一点积累，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不到，你实际上你皮肤长结子了，你也不会在乎，对吧？你假如说小便有点发黄，你说多喝点水就好了，你也不会去看医生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这个病积累到有一天呢，一下你的体内呢不能承受这种湿邪了，一下就病倒了，这时候呢你才能会注意。所以说呢，等到你真去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呢，这个湿气的去除呢又非常非常麻烦，不是那么你吃什么药明天就好了，
它不是的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，有几个月、几年你能把它治好就不错了。所以说，咱们要谈谈怎么样来预防。最重要的话，大家要注意每天的这种生活习惯呢，就是从细节上来预防这种湿气侵入你的体内。一旦这个湿气进入体内了以后，它就不会那么快的消失，也不会自己消失。你如果不去治它，或者不去再进一步的预防，它自己就不会消失，一直存在你体内。存在你体内以后呢，它并不是说跟你相安无事，它会逐逐渐渐、一点一点的损伤到你的器官和组织，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。这个排除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个诊断。往往朋友们会自己在家象征性的，查点偏方自己去治了，但实际上这个诊断很重要。像我前面提到，你要知道湿热呢和湿寒呢，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。因为这样呢，我就要给大家先讲一讲除湿的方法。实际上，这个湿气主要产生在什么季节呢？实际上产生在这个夏天和秋天。这个时候呢，容易产生湿气。这个非常有意思。一般就想着夏天天气那么热，怎么能产生湿气？往往夏天热了，大家会吃这个冷食、寒食，对不对？这样呢，你就会把这种湿气你自己把它吃在体内去。咱中国有句话呢，叫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嘛。所以说这个夏天的、秋天的时候呢，往往这个人呢容易把这种辛辣的、寒热的东西吃在体内去，这样呢造成这种寒邪呢进入我们体内。一般来讲，祛湿呢是秋季的时候开始祛湿是最好了，因为这时候你有寒气进来了，你就马上要除。但是有时候呢，春天的时候没有来得及，冬天也要除。如果冬天还没有除掉的话，到第二天春天呢就很难再除掉。到夏天呢，你又要吃这些冷饮啦，吃什么东西，所以说这个寒气就要再进一步进来。所以说呢，实际上除湿呢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秋天的时候除湿。当然了，除湿的方法我们也有这种表面除湿。表面除湿包括哪些呢？你比如说你去跑步了，让你出汗，这样你就把体内的这种湿气把它带出来，对吧？另外呢，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按摩啊、蒸桑拿也是会出汗的，对吧？还有这种拔罐，因为大家知道拔罐呢，它是用这种负压，可以把体内的甚至把淤血都拔出来。另外呢，用艾灸的方法也可以通过穴位来除去这种体内的寒气，所以这叫表面的除湿法。这种除湿法呢，有时候效果并不是说特别的好，当然了会有帮助。对这种体内湿气呢积累比较重的这种人呢，应该怎么办？也就是湿气已经在你的脾胃了，这时候呢，你就要必须充分重视，甚至要去看医生了。单纯自己在家这个用一些偏方啦，这种方法可能呢就达不到最后这个治疗的目的。另外呢，大家也可以用食疗的方法。我前面呢也做过视频，就是怎么样做这种除湿的这种汤。因为后边我会讲到有些这种食物呢，水果了、蔬菜了，都是有除湿作用的。这个食物的除湿方法呢，你可以吃一些山药、红豆、绿豆、燕麦，还有这种小米、糙米、薏米等等。还有呢，你也可以吃一些包括地瓜啦、胡萝卜啦、莲藕，甚至你可以喝一些红枣姜水啦，都可以起到一些除湿的作用。但是食疗呢，这个除湿的作用是非常非常轻的，所以说你必须要坚持，绝对不会说我喝2碗这种薏米粥，然后明天就好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你就可能成几个月甚至几年坚持呢，不定时的喝一些这种除湿的这种食物的话，慢慢体内的湿气排出来。另外呢，外面有湿气进的话，它可以把它去除掉，这样呢就不至于湿气呢在你的体内积累起来。因为你体内的这种湿气呢不一样的话，治疗的方法也不同，所以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种湿热和湿寒呢有什么特点，它有哪些地方不一样，这样呢有可能帮助你呢自己在家里能够有过评估。如果评估正确的话呢，这样你治疗的时候呢可能就效果更好一些。首先再来谈谈这个湿热呀，湿热的病人有哪些表现呢？多半就是面部油光发亮的，这种多半是湿热的症状。另外呢，口苦，如果这个人经常说嘴里发苦，对吧？还有口臭，如果有些人很远你都闻到他嘴里有臭味，有些人说没刷牙，告诉你他不是没刷牙，说明他体内有湿热了。如果这人体内有湿热，他天天刷牙，刷3遍刷5遍都没有用的。那么西医来讲，有牙周炎啦，有细菌感染啦，造成了产生这种臭气，
但实际上中医上来讲呢，就是体内有这种湿热，所以说它必须要去除体内的湿热，这种口臭呢才能治好。所以说口臭治起来也是非常顽固的，非常难治。对于这种湿热的病人，你怎么去治呢？那么你就要注意这种清热利湿，所以说你要清热再去利湿，光利湿不清热，这个湿气呢也很难完全去除。对于那种肝胆湿热患者呢，要特别注意呢，用一些清肝利胆的这种药物，或者这种食物。另外呢，对这种湿热，你改善饮食用什么方法呢？你比如说，你可以用一些赤小豆、绿豆，搭一些莲藕搭配。另外呢，你可以用一些薏仁莲子，中药呢，你可以用茯苓，也可以用蚕豆、白扁豆、小麦、大麦、小米，你也可以加金银花、马铃薯，甚至黑木耳。这些食物呢，都有清热、祛湿和健脾的作用。不能吃那些辛辣食物，不能暴饮暴食。另外，同时呢，要戒烟戒酒。你也可以选一些祛湿的蔬菜，当然它效果可能会更差一点，但是还是有作用的。例如呢，你可以选择一些清热、祛湿的蔬菜，包括绿豆芽、油菜、苦瓜、莴苣、丝瓜，甚至呢马齿菜也有祛湿的作用。另外呢，还有小白菜、芹菜、冬瓜等等。水果有哪些呢？例如这个海棠、哈密瓜、梨、枇杷和橙子，这些水果呢也都有祛湿的作用。下边我想给大家谈谈这个湿寒。湿寒呢都有哪些特点？然后它的治疗呢，选择什么？因为这个湿气本身呢，治疗是很多地方是可以相同的，所以说很多食物呢、蔬菜可能是类似的，但是有个别地方呢，咱要适当注意就行了。这个湿寒的病人呢，主要出现哪些症状？就是爱困、爱发困，另外呢就是没有食欲，就是这个手脚冰凉，这你很容易理解，对吧？如果五心烦热，像我自己属于五心烦热，这属于湿热的。那么湿寒的人呢，他是手脚这种冰凉，皮肤容易出疹子，四肢非常沉重，甚至呢这种病人容易出现胃肠炎。湿寒的治疗呢，主要要讲究温镇脾阳。食用方面呢，给这种湿热有很多地方都类似。你比如说要用这种薏米啦、白扁豆啦、赤小豆啦、冬瓜啦，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。但是对这种湿寒的病人呢，你要注意加一些温热的补气血的一些食物。温补的这种食物有哪些呢？例如大家可能听说了桂圆、枸杞、大枣、茯苓，这些呢都是这种温热的。另外呢，可以补血的，这个吃了对这种湿寒呢就有一定的作用。当然，湿寒是因为寒，所以说呢，这种病人是绝对要忌口，不能吃那种冷寒性的一些食物。你比如说牛奶从冰箱拿出来不能喝，你要把它温了以后再喝，尽量不要去吃这种冰淇淋，减少这种新的湿寒的这种因素呢进入你的体内。另外，你可以用这种生姜呢，它会温胃发汗。这个生姜你吃了以后身上出汗，让这体内的湿寒呢叫它没有藏身的去处，最后把它从体内逼出来。还有呢，你可以用温水泡脚，泡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泡到你身上微微发汗，这样呢才能起到这种排湿的作用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显示做一个祛湿茶。这个呢，你可以在中国超市呢能买到这个成包的。成分呢主要有木棉花、川芘泻、灯心花、莲花、薏米、白扁豆、赤小豆等等。这个呢是木棉花，这个呢是川芘泻，这是灯心花，这是干莲花。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，这有薏米，这个赤小豆，然后把它全部混合好了以后呢，放入这个锅里边，然后你要用清水洗2到3遍。这个洗过的水呢倒掉，最后呢再加入新鲜的水，一般建议呢加8碗左右，然后呢把它放入这个高压锅、慢炖锅，然后把开关打开，
我喜欢呢选择这个做汤的这个程序，因为这是高压的慢炖锅，所以说呢它这个程序呢一般是25分钟。我一般晚上把它煮起来以后，等它煮好了以后呢，它就会继续在里边泡着，这就做好了。最后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几款祛湿的食谱，其中一个呢陈皮粥，可以用陈皮10克、大米50克一起呢煮成稀粥。同时呢，你也可以根据情况，你如果有的话，加一些白萝卜啦、紫菜啦、海蜇，另外枇杷、扁豆、薏仁、红小豆、蚕豆等等也可以加进去。如果你能买到的话，也可以配一些荷叶啦、冬瓜仁啦、茯苓啦，这些呢都放在一起，有这种健脾利湿、化痰祛湿等等的效果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煮这种叫山药冬瓜汤，然后用这个50克的山药、150克的冬瓜，用慢火呢慢慢的煲30分钟到50分钟。第三个我想推荐给大家呢是赤豆鲫鱼汤，你去买一个活鲫鱼，买一条，大概呢就800克到1000克，然后加赤小豆50克、陈皮10克，填到这个鱼的肚子里边去，上笼来蒸。蒸好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种鱼了和这种填充料呢一起把它吃下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呢这个视频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，请你记着点击下边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呢将来我有新的视频你就可以收到通知。希望你经常来访问我的频道，我会努力给大家分享更好的知识和内容。谢谢你的收看。